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9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2.67，收盘价是274.4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5.99。最低价是在265.74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586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01 倍，量增。KD 值开口变小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回升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零轴，那快线下穿了零轴，将预示着股价进入到了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当然，我们也会看到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目前出现了小幅的回升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9月6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锤子线。那它的特征呢是下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。小的实体在 K 线的上方，那实体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这样的线型如果是出现在上涨走势的顶端，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。如果是出现在下跌走势的低点呢，我们会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。它的位置是在股价下跌到相对低的位置，并且呢出现了一个横盘。所以我们把这样的 K 线称作叫锤子线。那锤子线呢，它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它还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或者一根 K 线如果股价是开高向上，站上了这个锤子线实体的上沿呢，那股价是很容易止跌回升，甚至是叫强力反弹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在281.5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应该是一个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能低于267的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在260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72的。那实际在9月6日收盘价是在274.42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点位上相差较多，那其本质也是不同的。实际的这个反弹并没有站上当日的5日均线值，但是呢，它重新回到了2号趋势线的上方，是出现了一个低位的反弹。我们说这个低位的反弹它并没有确认前面这根垂线，也就是9月1日这根垂线的止跌。对，因为它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
需要后续的 K 线来确认。那后续的 K 线呢，收盘价只有站上这个垂线的上沿，才能确认这个止跌信号 K 线。所以我们说，在9月6日出现的这个反弹的 K 线，没有确认前面的止跌，反而再次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因此呢，它也需要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对它进行确认。那么我们刚才从 K 线信息的解读，就是日后如果股价能够站上9月6日这个垂线实体的上沿呢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反弹向上的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9月7日股价上行的目标，就是要站上5日均线值，是在275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它和前高276接近，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82，是9月2日这个 K 线的最高。我们加一条水平线。变换一下颜色，然后我们把目前的这根水平线呢调整到275，作为日内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线，我们把它变成红颜色。好的，好，我们会看到两个目标，一个是站上5日均线值和282。那如果站上282呢，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反弹。那上方的目标就是288。我们说288目前将成为一个强压力。我们会看到在9月7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也是在288附近。所以如果我们说股价日后能够站上288，我们说股价叫做反弹成功，才能继续向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位置呢，股价是很容易遇到压力而掉头向下的。如果遇到压力而掉头向下呢，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很容易会开启一个新的一波的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9月7日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第一个就是当日 K 线和我们定义的这个2号趋势线底高2号趋势线的交点是在272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就是下方的这个265这个点位我们会看到连续有2根垂线测试过这个点位。那如果说日后例如在9月7日继续出现低点去测试265，然后呢没有被跌破而会反弹向上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，我们认为265将成为近期特斯拉股价的一个强支撑或者是一个底部。但是呢，如果在9月7日或者后续的交易日，如果再次测试265而跌破了，也就是股价跌破了265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一个下行的走势，下方的目标一定是261和下方的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9月7日上方站上282，那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的走势。下方如果跌破265，将会出现下跌的走势。否则股价会在275，否则股价会在265到280
28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那么在9月7日日内呢，我们要关注275，也就是我们要关注股价是否能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为后续的反弹呢打好一个基础。好，我们纠正一下这条水平线的颜色，它应该是一个我们说的盘整区的横盘的上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74到275之间，包括前高。那么第一个压力区间是274到276。接下来是第二个压力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81到282之间。第三个压力区间是288这个水平线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在288到290，这是第三个压力区间。第四个压力就是上方的水平线303。好，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 K 线和2号趋势线的交点是272，第二个支撑位就是265，第三个是支撑是261，第四个支撑区间是250到25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9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，如果是继续反弹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2，最高会到达283，收盘会收在281.5。那么出现反弹的条件呢，就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跌破270的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反弹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高位的横盘。如果是出现高位的横盘呢，那么股价在当日呢，有可能是低开盘，也有可能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到达268，最高会在280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75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也就是高位横盘呢，我们认为它会重新站上当日的5日均线值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9月7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